Hello，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 Brian， 那他是在高雄还在学校的大三即将要升大四的一个平面设计师。那我们今天来邀请他来到这个频道，分享一下他从这频道上有摄取到一些什么样的养分跟知识，运用他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得到一些成长。OK，Brian， 很高兴，那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发掘到这个平台或这个部分的 ？OK，当然会认识 Miki 是因为先从 Facebook 上互加好友，然后那时候你刚好也创立这个频道，然后一开始你有发一些文章，我也会去关注。那我发现你讲的这些设计的 detail 是我就是不知道。就我还没有能力知道的，或者是我还没做过的，那我当然我会很有兴趣，因为我刚好对这方面的，像是 art business 这样的东西很有兴趣，因为我想要去研究它。对，那学校老师没有特别的在讲深入点这个范畴内的资料啊、故事啊或经验值给你们。因为其实老师基本上他也可能从业界退下来很久了，所以就算他愿意分享。他分享的实力可能也是他10年前经历过的实力。了解，所以比较不是现在这个社会脉动或商业性所需要的那一种需求。对，一部分是这个。所以感觉你们学到说可以运用的即战力好像就会变得没那么高。对，可以这么说，因为老师可能他也怕他只讲他那个产业他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他可能怕讲了这个状况，我们就以为世界只有这么大，他也怕误导我们，所以他可能也会含糊的带过，他会讲，可是他会大概的讲，但是你不知道那个真正你没有对照组可以去比对说，哦，原来你在哪里，你还是听完，你只是有个方向。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确切它是怎么样发生的。了解，对，所以就是一个案例，就实际的实战的这种案例，好像有点稍微在欠缺，可以说是没有，完全没有。也许有些老师他刚从业界退下，但他会带一些案子进来，然后让你做做看。对，让你做，他可能就是有点像是他旗下的设计师，他可能请3个同学来帮忙做，那他最后对他觉得这个有潜力，那他就跟你更深入的研究，那就是课后的事情了。但课内基本上，课内是跟你讲 ，OK， Illustrator 要怎么用，衣服怎么车，因为我自己是学服装设计的。是，那你在看这些影片来讲，有哪些部分你听到觉得蛮受用？就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就打开你的知识范围，就已知那个范围，你觉得你听到那时期的时候，你听到什么？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就是因为据就是了解 Miki 你的生长背景之后呢，我知道就是你在国外有用一些工具像网站，因为其实那个都是我们不会用，老师根本不会跟你讲这样，你可能只能从朋友，就是你身边的人去这样问，但是你没办法上网直接找，例如说打名字就知道谁用过，可能我们都可能大概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没有人真的实际去用它。那你把连结提供在下面，那我觉得适合的时候我拿出来用，那我就会觉得OK， 就是一个工具。那我看了里面，我就是先存下来嘛。那等到哪一天我想到了，我想到需要它，那就是马上会用到。那还有像是价格的部分，对，但是设计的这个价格当然就是问题，就还是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 role play， 就是我们没办法真实的去反映。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概念，就是会从我的维度以外去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讨论说你的报价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在讲跟聊，原本在打文字的话就直接就电话开始聊了。对。那我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报价？对。那时候我记得我给你一些建议嘛。就是我给你看合约书。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合约书是跟企划书打在一起，就是怎么计划就是进度，简单的进度，比如说这个礼拜要干嘛，这个礼拜要干嘛，这一拜，然后最后你会在大概什么时候拿到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是合约的部分。是。那合约可能只会写说这个 logo 多少钱，这个什么什么多少钱，那加起来 total 是多少钱？是。对。那但是你给我的建议是说，那如果今天你做的东西100万，你还能这么做吗？
那我瞬间就哇哦，对，如果那当然不能这么做，那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它激发了我去想说，对，如果我做的这个案子是100万，那我该怎么做？就是刺激我，让我去想更多。当然不是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我开启了我去想这个维度的问题。那所以从那个时空背景的建议到现在，因为即便你在大三，其实你还是有机缘去接到一些商案嘛，对。那你有从我这边得到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经验值，例如影片之类的，然后你有哪些你有植入在你现在在做的这些商业案子上？那你是怎么植入了什么部分？比较实际的就是报价单，这个报价单就是我实际去打。其实客户的反馈倒还好，因为他是需要一个简易的报价单，他也是不能写太详，但是我会开始去找说报单可以怎么写，然后找完之后自己写完之后，我自己的反应是，反而我对我自己的东西定价又更完整、更细了。我可以有系统，我可以开始去想，如果是用这个状况下，我要怎么去定这个价格，然后结合你之前跟我说的，你的客户的量级和他能负担的范围，我可以去综合这些不同的角度的东西。那它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这样，对，了解，就有点像是我之前聊过，就是挖掘对方客户他的背景跟他的产值，然后他愿意放在这个给你这个专案的这个价值来讲，那你就知道说你的报价的可能性跟范围大概是在哪里，对，就是起码有一个感觉说，他大概某个权限，你丢一个报价出去的时候，起码不容易被打枪，就说你太贵或者你太便宜，我还蛮怀疑说我敢不敢给你，给你这案子这个状况，那。如果在于大学生来讲，你觉得目前的一些影片，至少你看到，你觉得哪一些资讯对于你自己或者其他大学生，你觉得很受用的会是什么？基本上我的感受也是，就我刚刚讲，网站就是提供好用的工具，因为像我还会用 Behance， 可是我观察到很多同学是不会用 Behance 啊，是哦 ，right，就是甚至他们不用 Behance， 并不是有时候不是有一部分可能是不知道，但有一部分可能是没有自信，他们连 Instagram 不会放，甚至开私人，就是这是我自己的 Instagram， 我们要给人家看。了解，所以某个层级上算是自信心的问题，对，不知道跟自信心的问题，对，然后可能也不知道有这个方法论，就是这个工具性要怎么使用，对，了解。所以你也建议说，比如说我可以提供在更多的因为我在想说有没有做这个工具，然后以及实际操盘，所以我也在想，那这个绘本你觉得会帮助到其他的一些学生吗？我觉得发文的 tip 就是一些技巧，就比如说你现在自己经营起来，你会看到后台的一些数据，像我自己会看 IG 的后台数据，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不是很懂，即便我查了，我还是不是很懂这个数据可以干嘛。那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人生经历或者是商业的这些经历来看，就因为你一定知道，你可以很明白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我有时候是知道什么，但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只是知道。对，那对啊，你可以提供这。所以假设是说我把一些实际现在在执行的专案拆开，然后把背后的打开这个大门，然后讲解很清楚说，这代表是什么意思，然后碰到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想，跟怎么去规划，你觉得会对你们有比较大的这个帮助是吗？对，因为我觉得是一个简单来讲就是搞清楚状况，那有点像是在拆解密码。就是我今天拿到一组密码，那你要拆解它，说这每个代表了什么，然后加起来又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因为每个状况也不一样。但是我会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去看说，在这个状况下，拆解是这样，那也许我自己私底下回去拆解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在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个你的逻辑去解方，那我可以看，我也可以再去研发我自己的解方，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但是我看完以后，我会更多参考点，在一个新鲜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像在这个影片之前，我们有稍微有聊了一下，那你稍微有了解我曾经做过的某一些事情，那你觉得哪一些事情分享出来会对其他的就是说大学新生来讲的话会有所帮助？例如说，我也是接售后组，所以有点像是接案这个部分来讲，然后开小型工作室，自己接案发案，然后到开设计工作室、公司之类的。我觉得那我自己的这个职位就从实际在做绘画、绘图。设计，然后后来变管理，后来慢慢的变到现在的老板这个职位。我觉得好像是讲太远，可能对他们不一定有所帮助，但起码好像打开他们的世界，应该是说眼界之类的，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这样子的部分。讲太远好像对他们就是听好像离我太远不关我的事，但讲太近的话，我又不确定说这样是不是对他们
很好，因为可能他们立即可以去用，可是他就没办法去思考自己人生的道路这件事情。你觉得就以自己来讲，你自己会想要怎么样去听这样子的事情？哪一个事情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会想要听，就是私底下跟你聊的，比如说你一开始的创业遭遇，比如说你其实没有去申请，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但还是开了，而且还开也是有一段时间，然后也是有接案，其实也是有收入，只是最后可能结果当然不是当下满意的。我觉得其实提供经验分享，不管远或近，都会有人想听，因为这个是跟他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只是多提供一个你的经验，那你分享出来，那比如说我没听过，我就是原来是也可以这样，原来我也曾经这样过，原来这是很正常的，有点像是 database， 就是我知道的越多，我就越多参考点，我就可以去判断这件事情，我下一次如果遇到，我可以怎么做。那如果有一个人把他的这个应该说每个人的成功史，因为应该说他的周遭环境的变化都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讲，但不一定很适用现在2020的现在的这个大环境，所以就不确定说到底还需不需要讲。我觉得这是其中我自己在思考的点。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今天聊了那么多，有哪几个点你觉得很重要？你觉得今天真的是受用，有学到的？就是不管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在咖啡店聊的，就是那个心法，不管我是不是公司的螺丝，不管我今天是设计总监还是平面设计师一个角色，这样我都应该去用，就是我是这个专案的 leader， 我要怎么去做到最好？我可以怎么做是让最后是我想要呈现的，然后也是客户要的。我应该怎么去想它？这是一个工作态度，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不管是设计还是艺术还是其他产业，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就是再回来的时候聊的也是，就是你很用心的去呈现，就是我觉得那个眼睛会发光，然后你帮别人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责任感嘛，那个使命感，我觉得这是就是会我原本就这么觉得，这么认同你的想法，但是我今天看到你这些细的分享，是我会更坚定的去执行下去，就是那可能是，但是这可能是我刚好遇到了。对，我刚好 mix 到，对，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决定，这个人生道路有点不确定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见证，就是刚好是跟你所想，然后他是这样子走这个路，然后之后开花结果是什么状态，你可以看到，所以你可能会借鉴着说，那我就选择这个路的想法，比较坚定的说，这是对的，这刚好是我想做，比较坚定这样子。对，有点像是算也是一个肯定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聊到也是，你高中也是很慌，有经过很慌的一个时期到大学。那我现在大3升大4了，那我也是基本上快毕业了嘛，那就是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啊，那光是这样我就觉得对，那我就可以比较想，就是可以开了那个眼界，并不是指知识上的开，而是我可以多一个角度去衡量，因为像是多一个人在跟我看这件事情。那你可以互相学习啊，虽然结果不一定是你要的，对啊。那好，很有趣，你有传给我你的作品集，有时候我有拿到，就是你是平面设计的作品集，我有拿到刚好去美国，然后在那边大学是算大1大2吧，然后他的作品集，那很有趣是，我拿到之后，我知道有很多的意见跟问题，但坦白讲，我不知道怎么去协助修正，因为我必须要很残忍的讲很多事实，然后我觉得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很精准的说，观看者他是或人资他是怎么看待你这个作品集，然后一个公司的主管或个 project 来讲，他怎么看待你这个作品，他要怎么去想跟思考说他要不要用你。你会希望说有人来做一个 portfolio review 吗 ？review 有点像是在帮你阅览就查看你的作品集，然后要怎么样去调整会变得更好。因为国外有这个 portfolio day， 就是那一天，然后就是排队，你就捧着你的作品集，然后就是很资深的大们在那边帮你看，然后给你很多很好的意见。讲一个比较像我明天就报了一个课程啊，如何面试，一个设计公司开的，就是教大学新鲜们面试会遇到的状况。标题是这样下的，当然我也是蛮好奇他会怎么讲。对，那下午是他下午有另外一个课程，其实我是先以下午为主，就是下午是一个西文欧文字体的设计的课程，也是一个概念的讲座。那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方面，我自己觉得我很欠缺，然后我最近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要去上这样，这是一个蛮刚好的例子，因为你问了，对我就报了一个类似的课程，很有趣，因为刚好今天刚好会发出来的影片，就是我请了一位刚毕业6月毕业的一个应届生，然后他来访谈，然后我会用一些角度是讲说
我直接讲说资方、公司方是怎么在看待，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是想要了解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你来讲，你看完那个去上课，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收获。好，那我今天在高铁上就会更详细的看好几遍。我在期待。那今天很感谢来到这现场，谢谢 Miki。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所以跟 Brian 的这个聊天来讲，希望你们也发现里面有暗藏非常多的撇步。的确，我也从他上面得知，自从他听了频道其中几个点，例如说把他的作品放在 Behance 上，的确他人在高雄，但有台北的工作室，刚好也是我认识一个朋友，的确有敲他，问他说他要不要工作，所以这些撇步的确是有用的。那当然，下一支影片请敬请期待，因为呢，他允许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集，然后用我们的角度给予一些意见。我相信里面应该是有满满的干货提供给你。OK， 那希望你在下面留言，例如在这支影片，你到底觉得有哪些点你听的是有满满的收获，然后可以拿去用的呢？如果你有觉得有些你想听更多的，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以及帮我按个赞，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也帮我 subscribe 这个 IG Dreams Boomer。OK， 谢谢 ，See you next one，Adios， bye， ciao。